孙大娘说了，这香粉呀，以粟米为底，香材呢铺陈其上，但是这粟米会掩盖香材的味道，导致牡丹香味不甚浓郁。这华秀香比寻常的牡丹是要香，但是仍然比不过玉兰等花类，所以若是按照传统的手艺制香，恐怕不尽人意。大娘，我想不如我们直接在底粉当中加入花材，这样可以使牡丹香味更加浓郁。您觉得如何？哎呀，行啊！我从未见过哪个香粉铺子往底粉里加香材的，还是这么贵的牡丹。这要是能做出来，定能打出名气啊！可是这样花材的用量变更多了，会不会用传统制法更稳妥些？牡丹香粉与两市已经是独一份了，哪怕花材放的少些，也能卖得很好。咱们既然决定了要做牡丹香粉，那就一定要做到最好，每一个环节都要精益求精，不能只取一个名头，这样才能对得起咱们满院子的牡丹花，对得起每一位信任我们的主顾。那既然大家没有什么异议，咱们开工。行，开工。牡丹香粉制作分为5步，前4步呢都是制英粉。选香材，是不是也可以入香啊？可以啊，太好了，那我就多剪一个。制香粉。中花露，出花露了，出花露了！牡丹，牡丹，快来看！你闻闻，我闻。对了，就是这个味道，香香甜甜的。待将英粉与花露混合，晒干后制成底粉。便到了最后一步，调香。妙啊，牡丹，多亏你的提醒，丹皮气味馥郁，是可以入香的。如此一来，咱们的牡丹香粉自然就多了活血祛斑之效。大娘，这最后一步调香可有什么讲究吗？调香不难，谁人都可以制作，香气浓淡，取量多少，皆看店主喜好。大家都是一起出了力的，怎能因为我的喜好而定夺呢？一起调便是了。生意，你先。牡丹高贵典雅，我觉得这香粉也应当淡雅些，更显不俗。你这也太淡了，风一吹就散了。闺门娘子用用还行，我这种干体力活的，需要浓郁持久的香味儿。哎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浪费了。咱们剩的怀秀香也不多了，若是调得这么浓，可就做不了几盒了。那倒无妨，我们除了怀秀香以外，不是还有其他许多的花材可以用吗？咱们可以把许多的香粉放在一起售卖，客人呢自然也就多了选择。哎呀，只是咱们制作底粉已耗时许久，又要调香、包香、售卖，怕是人手不够。我倒是有一个主意，既不用纠结香味的浓淡，又可以解决人手不够的问题。料子花色和去年相差无几，真是无趣。香粉也是，各家铺子还是老一套，姚记的我都用腻了。
这香粉的气味好生别致淡雅，是哪家香铺所出？这小娘子多会啊！撒得好！哎，谁要你的赏呀？拿走，拿走，拿走！我又不是卖艺的。哎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我们那边新开了个花摊，刚开业的，大家没事就过去看看我们花摊啊。就在这，就在这小旗上，看着没？就是这儿，就是这儿。别出心裁，随愿制香，自选自调，千人千香。这个好，来，拿好您的手来。娘子，哎，这边。以前啊，香铺里的香粉总是过于甜腻，如今总算可以自己调配了。我想要独一无二、摄人心魂的那种，我家存了些胡椒，可以加进去吗？可以，真的吗？好，谢谢这边。别出心裁，千人千香，自选自调，大家来看看。盛爷，咱们春一晚的花肥钱，全都赚回来了。啊，太好了！那等这批春一晚全都顺利卖掉，咱们损失的本钱就都能收回来了。不止，到时候还能有盈余呢。盛爷，给你的。生意是我们一起做的，赚了钱当然要平分了。我以你的名义在贵坊中开了个户，这个月的盈余全都存在了里面。过不了多久，你就可以将你胞弟接过来，大家一起团聚了。牡丹，谢谢你。我们之间不需要说这些。日后，这便是你的闲心闲钱了。你再也不用看其他人的脸色了。申毅，你记住，以后你只需要做到顺应本心，自由自在。最后这批怀秀香，我一想到改良之法，花朵数量不可贪多，一株之上至多留3朵，叶子需大量修剪，避免抢走养分。花盆换大一些，增加底肥厚度，保障根须有足够的地方生长。花盆刻上月牙图样，以提醒买家此花需置于室内，不可暴晒。凡购花者，皆附赠1瓮花肥，让买家照顾起花来更为便宜。牡丹，哎，花鸟使当真花钱来买咱们的鲜花饼了。上日还说，往后蒋府每月都订100枚。他倒是言出必行。生意，你觉得花鸟使是个怎么样的人？花鸟使总是笑眯眯的，哎，并不像外界传言那般可恶。这孩童最是天真，喜欢一个人呢，也是伪装不了，可见他对孩子们是真心的。或许啊，花鸟使本性就不坏，可能只是贪钱罢了。你说他这个人平日里一毛不拔，怎么会仗义疏财，行慈善之举呢？这到底哪一面的他，才是真实的他？牡丹，你为何如此在意花鸟使的品行？莫不是看上了他？你想什么呢？他是我们的房东兼债主，了解他的性情，对我们的生意百利而无一害。
也是。帮忙。哦，慢点儿。哎，那等钱赚够了，你就没想过嫁个好人家吗？这婚后的日子啊，可不比现在自由。再说了，有些婚姻很费钱的，我还是敬而远之的好。牡丹，生意，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牡丹香粉量少，不到1个时辰就卖光了。我阿娘说她看着摊子，让我回来把春一碗都运过去。哎，太好了，好了，这些都能搬了。行。哎，改良后的怀秀香长势甚好啊，卖出到今日，再无一人来退货了。哎呀，如今这香粉生意也红红火火，咱们可真是苦尽甘来了。还好咱们当时及时退钱了，花圃的生意不降反升了。等这些牡丹花彻底下市之后，咱们靠香粉还有春一碗攒的钱，可以在西市盘一间铺子了。真的？可铺子租金不菲，咱们真的能开店吗？旁人没有的，咱们有，那便是咱们店的立店之本。再说了，咱们是靠着盆栽牡丹起的家，可终究是时令讨巧之举。若想持久，我们必须还要培育新品。其实我一直都觉得，咱们的庭院还是不够用。若是能够租到一个带有花圃的铺子，到时候我们外间可以卖货，内院可以培育各种花卉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只要咱们能够种出旁人没有的花，那耗损的花朵就是咱们现成的香粉啊！香粉的生意也可以持久不衰了。那可太好了！我阿娘整日在家发愁，就怕牡丹香粉卖光后又没了生意。若是一直有新奇的底粉做招牌，也不怕别家将咱们的随院制香之法学了去。对，是啊，你想啊，就算这牡丹永不下市，大家涂个1年那也就腻了，哪比得上春夏秋冬变换着香气留得住客人？也是。大福，我平日里擅长养花，香粉之事就要多靠孙大娘了。哎呀，这个你放心。生意，我想了。若是咱们真开了铺子，除了卖一些平价鲜花之外，我还想卖一些名品。你最是手巧心细了，这寻常的花卉你栽培的已经十分熟练。日后我想多费些时，在培育新品上面，其他的花就都靠你了。这个交给我，你也放心。那等春一碗都卖完，咱们主卖芍药吗？当然可以了，这芍药品类繁多，可有的卖呢。对了，我从花农那里买了几株芍药，明日可以将其移栽到院中进行培育改良。明日你安心去忙，花摊就交给我和大福。好。哎，差不多了哈，差不多了。好，从前面再稳一下。